好，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直播的生态系。因为大家现在做网络学习很多嘛，那我有3个单元，3个内容。第一个叫做资讯洪流，现在这个网络社会、数位社会的资讯洪流。第二个是观众想要听什么，第3个是网络分享者想要分享什么，要分享什么。好，第一个单元资讯的洪流，像方医师有去工厂看那个在做生产线的工人。然后2个工人2个人类配1个机器人，那机器人动作很快，然后旁边2个人类，然后配1个机器人。那我就问老板说，那为什么不全部改成机器人呢？结果老板怎么回答呢？2个人人工比机器便宜啦，所以现在没有全部机械化，是因为人太便宜了啦，买那个机器比较贵啦，等到机器变便宜了。那都没办法做工了，连做工都被机器人取代。然后那个 AI 智能也都来了嘛，对，所以很多问题像 AI 你跟他对话，它简直就是无所不能啊。所以人类在这一波，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智能感觉上有一点点跟不上了呢，好像要被超越了呢。以后连做工或者是要用脑的机会都被取代呢，所以人类会不会急？急啊，会有点急，对不对？所以地球以后变成2种人了，一种就是专门制造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然后高端的人、有脑的人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好像连工都没有地方打的，所以这种人大部分的人呢都被取代的人呢，有时候连地球人都不想要养你的人，你知道吗？那很可怕的事情呢，就连这个生命变成不宝贵了，无价了，无价值啊，不是无价，是无价值啊。好，那人类就想要跟上，对不对？所以知识变得很重要。你知道以前要取得知识是很困难的。以前《论语》甚至有人故意打压知识的流通啊。以前《论语》孔子说民可使由之啊，不可使知之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由之就是要让人民照着我的路来走，不要让他们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以前商鞅这个商君书啊，好像是商鞅在秦朝的一本书，他说要让人民要育民术就是不能够让他这个学到一些东西要愚民，要盲从，然后不要议论事情，不可以议论事情，然后我说什么就要什么，不能有书那个要烧掉，也不可以去教书，好像目前地球上也有这种国家嘞都还没什么改变，我一直在讲下去可能会被警告所以人民只有2个功能，在古时候人民只有2个功能，就是缴税，每天就是做农工缴税，然后跟打仗。那台湾以前也是只有3台报纸什么要看什么书什么资料是要被审查的中央政府要喂给什么就什么。那在学术上也是要投什么文稿子要不要被接收，是有一些学法去掌握的呢。可是后来就逐渐开放了现在就变成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什么资讯随时都拿得到多到你爆那开放的社会，开放的资讯的代价是什么？什么都给你，什么都不审查。就像有一些学术文章，以前审查很难过嘛，现在有一些平台是可以不用审查，很快过的。那好处是什么？很容易看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坏处就是好的跟坏的都放在一起所以方医师说自由开放的社会就是这些杂质这些不良品甚至是毒素都要一起吞下去一起吞下去。但是这是必备的代价对不对？以前吃太少营养不良，现在是资讯太多会虚胖。所以网络上给你很多占据你的时间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网络手机都要滑什么？都要滑 FB IG。 那你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看这些资讯？大概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有人是更长的时间呢，就坐捷运也看，走路也看，过马路也在看，然后不管在 FB IG Line 这都还算小咖的 TikTok 短影音，
然后呢，甚至朋友传给你的影片，哇，拼命看，拼命看，拼命看，所以你的时间都被他偷走了啦，都被偷走了。你上班被老板偷走，下班被网络资讯偷走，然后觉得怎么样？有空虚感吗？有空虚感，会有空虚感。所以网络上你就一直看这些资讯啊，越看越重口味，越看越焦虑。你看那个网络上滑那个短影音啊，滑的速度之快的，你可以接受短影音多久的时间？30秒，还可以30秒，有人3秒钟就已经很痛苦了嘞。3秒钟如果不好笑，就直接过去了。你知道短影音是不可以那个快速前进的，它不能加速的短影音呢。所以你如果不好笑，你连等那个15秒钟你都很痛苦。所以越看越多口味越重，然后不看呢很痛苦。有时候你吃饭没有看手机你简直吃不下饭呢。你有没有这种现象？好像少了一个味道，没有味道。所以我发现是说，第一个资讯洪流就是我们这个以前是 M 型化的社会，知识取得困难，只有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可以念书啊。那这 M 型化的资讯垄断一直到现在是一个开放、自由、多元、资讯多到爆的一个数位世界。可是如果被网络上那些资讯比较以搞笑的啦或者是没头没尾的啦，然后纯粹情感的刺激的这些东西会让你占据更多时间，又是另外一种 M 型化。你以为从网络得到有用的资讯，其实是偷走你的时间的。但是这种偷走是比较你自愿的，你自愿被绑架的。所以 M 型化到开放的社会，一直到又 M 型化，这个要小心呢，因为你一直搞这一套你会让自己变得很平庸呢。你有没有发现？有可能吗？所以有时候会变得有点平庸因为你会觉得你看了2个小时的东西，但是又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有没有这种空虚感有一点空虚感。所以有时候塞了太多东西你要整理你要在网络上你要跟他当做一个朋友，要交流，要整理，要交流，要主动学习你不要只有一直进来，这个不好笑，下一个，这个不好笑，下一个，这个跌倒好笑好笑，2个打架了，好笑好笑，有一个美女出来了，来看一下看一下，口味就是这样被偷走的。网络的东西要有进有出所以这个有进有出就是你吃进去也要吐出来。什么叫吐出来？你要主动去找有用的讯息。有时候比较有用的资讯，它常常都比较长一点的，比如说20分钟1个小时然后这些有用的资讯你要去沉浸它就像你听一首交响乐，可能也要花20分钟嘛，那才能够得到沉浸感那你追个剧也要花个1-2天嘛，才会得到沉浸感嘛。有些人把几季的戏剧浓缩成1-2个小时，你知道吗？有没有网络上这种东西？有。结果你本来可以沉浸那个戏剧的，全部1-2个小时给你讲完，那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第一个方一直讲就是资讯的洪流我们不要在资讯洪流里面搞到很平庸，然后又怎么样？又 M 型化了。上班老板偷走你的时间，下班网络又偷走你的时间。那你还不要当人你会被机器人跟人工智能取代呢，连地球都不养你了，怎么办？说养这些人没有用连扫地都扫得没有机器人好，那这人很头痛的事情呢。你是很宝贵的生命呢，结果竟然被当垃圾，生命无价值。好，第二个，观众到底要看什么？我们脑袋有3种脑，最底层的就是生存脑。你要说爬虫类就是生存脑这个生存脑呢，它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活下去。活下去要怎样？吃。还要怎样？喝。还要怎么样？拉。睡。还要传宗接代下去对不对？你自己活吃跟性是生存脑最看重的2个东西，所以网络的最直接的满足就是性跟吃跟性，是不是这样？好，
那第二个层次叫情绪脑，就是要有情绪，比如说很激动啊，哦，很激动。最近大家是不是都比较激动一点？本来都在睡觉的都活过来了，本来天气比较阴啊，下雨啊，心情是不是会变不好？结果大家都热血沸腾，然后不怕淋雨，就是因为有情绪，所以这些激动的社会啊，激动的新闻啊，还有一些恐怖的啊，洒狗血的戏剧啊，都会激动我们的情绪，这是大家想看的。最后就是知识脑，我们的认知的大脑。这个知识脑是什么？比如说有人把一些事情说得很清楚啊，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艺术啊，有一些介绍怎么画画的啊，有人介绍音乐啊，那我常常看看人家怎么画画的。你说那个戏剧跟艺术有什么不同？戏剧就是喂给你的，喂给你。比如说你后面不是有一张图吗？那张图你去看那张图的时候，那叫艺术啊。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他没有直接全部给你的，你必须要跟他做互动，所以你要跟后面那张图，然后做互动，那你的情感自然的涌现，这叫做艺术啊。所以戏剧跟艺术什么不同？有些是单方向给你的，有些是需要你跟他互动的。所以艺术，所以这比较高层次的东西。所以短影音的刺激啊，马上看马上爽，长影音要沉浸，那这个欣赏的过程呢，你要进入那个男主角、女主角的状态啊。你如果网络上要找资料，你也要是主动去学习。你不要说全部都是他喂给你什么你就看什么。比如说你觉得想一想，然后这个好像怎么样，那你就可以去搜寻一下相关的知识，叫主动式学习。那黄医师要讲在网络的世界观众的审查标准已经有改变了，早期人家喂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导演刚得奖的，那拍了一个电影，那你就去看，结果看完你就说这什么鬼啊没有，我跟你讲，这些鬼片都是艺术电影。那你不敢出来讲是鬼片，你说真的是拍的让我睡了很久这样子。我告诉你，这些就是艺术电影。你以前不敢批评，这年头，你今天观众哪管你是什么世界导演啊，或者什么专家博士啊，你东西拿出来好看不好看，有用不有用，他自己判断，而且他是以他自己的能力判断。有人去参加那个小学生的那个讲笑话比赛，有人去就讲一些很好笑的笑话，那小学生都没有反应。那有一个人去讲一个比较比如说你知道那个现代艺术之父是谁？然后小朋友就说不知道，然后那个就说是塞尚，然后就问小朋友说那个塞是什么塞？大家就在笑这样子。反正只要讲到大便的笑话，小朋友大部分都会笑，结果就有一个女生就没有笑，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去问那个女生说，为什么你没有笑这样子？全班都在笑，你为什么没有笑？所以那女生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她说我刚刚没有听清楚。这种笑话你也会觉得好笑这就是小学生的笑话，但是这种笑话很好笑。我刚才有没有讲笑话？我没有内容，你知道吗？我没有内容，但是小学生觉得很好笑。这就是你要以他的程度，他觉得你 OK 就是 OK， 不 OK 就是不 OK 了。所以现在已经变成说，什么能够让我觉得有收获的，我就觉得是 OK； 什么可以感动我的，我就觉得是 OK。我不会去管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身份啊、阶级啊。所以网络上已经变成是没有阶级的嘞。只要能够教我东西的，我都 OK 了。就像方医师来讲，也不需要一定要我有营养学博士，我有什么博士才能够跟你分享5大营养。现在的人不管这些，你讲的他听得懂，他就 OK 了。所以目前是一个新的平等的社会。第三个，网络要分享什么？我跟你讲我们以前在拍这个未来健康研究院大概1年前嘛。我们就4个人那
你知道这4个人曾经有3个人离职，这样说要拍就离职了这样子。嘿，那我们一开始就一台手机啊，一台 iPhone 手机，然后坐在窗边啊，也没有打灯的，我们就开始拍了。所以我们是走这种很说做就做的嘞。那边做边改，边做边改。那以前一个现代艺术大师安迪沃赫他说未来每一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哎，你15分钟好像到了你已经可以下海了。没有，所以他说每个人都有成名15分钟的机会。所以网络网红到底要拍什么？网络分享者要拍什么？他其实都是在分享他的事情。那有些人一开始觉得他很有梗啊，很有趣，他就拍，他拍一些搞笑的啊，那很好看啊，然后几百万的流量呢，那后来干掉，你知道吗？因为重复拍，拍到干掉，然后被人家笑说啊干掉了。其实真的不能笑人家啊，人家撑了几年，拍了几百部片子，后来终于干掉了，你还笑人家说干掉了吧？干掉了吧？你连上场都没有，人家已经上场那么久了。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很伟大，非常值得肯定。那有一种网红拍的是叫2次创作，别人出一本书、一部电影，说书，你马上把人家的重点截入，然后全部讲得一干二净。很多出版社很头痛这种事情。我才刚上架一本书，还没卖几本，就被讲得一干二净。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偷人家创作的智慧，你应该用那种这本书的内容大概在讲什么范围，它的地位在哪里，它有什么新的东西，你可以去看看，引起你的兴趣，而不是直接的把它整个脱光光，然后秀给人家看，这样是不是很不人道？也不道德。是不是穿的衣服比较好看？对。另外一种是叫做标题党，你知道吗？网络有标题党，标题的党。常常听到那种什么一招教你不用吃安眠药，一招教你不会得癌症，有没有这种节目？很多就你看到一招，你是不是很想看？很想要看一下里面，超想看的，对不对？看一招教你怎么拔到马子，一招教你身法，我跟你讲，这些你都很想看，好想看啊！因为既然可以一招，就一看下去没内容啊，他偷了你10分钟，你都想要讲干话，说还我10分钟，对不对？我从来找不到那一招在哪里。有人说一招叫我不用吃安眠药，结果他竟然说要去运动，几乎什么都要去运动，对不对？现在已经比较不好骗了，已经不好骗了。发现至少曾经以前讲那个睡眠那我都讲自己的嘛。后来我觉得这个不晓得别人在讲什么，我就用失眠去做关键字，在 YouTube 里面找，那就果然这几百个那个视频那我就一个一个看，结果我看了200多个视频影片我就不看，因为感觉上海峡两岸都抄来抄去就是要运动啊，又要运动了，你看又要早睡，要定时睡觉啊，不要乱吃安眠药啦，然后要有必要去看医生之类的，我看几乎都抄来抄去的。然后如果睡不着，不要躺在床上太久赶快起来追剧最近很多人看方医师的影片，都说比较好睡听方医师的声音都比较好入眠。像我今天可能声音比较激动一点，会干扰到大家的睡眠，应该平常要这样讲说，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那这样的声音就 OK 了。催眠曲今天算是比较激动一点，所以现在观众已经比较不好骗了。那你知道过去也有网红，在还没有网络时代就有2个世界级的网红。第一个网红没有那么世界级，算欧洲级的好了，他叫做 Carl Jung 荣格，心理学家，有听过吧？有。他弗洛伊德的子弟兵后来被跟老板翻脸以后，就被冷冻，他关在家里很狱卒。后来他准备东山再起，然后他就怎么样东山再起呢？他就在维也纳广场摆了像这样的一个桌子，那人来人往，对不对？他就跟那些人来人往的路人讲心理学。这种人如果给他开频道的话，不得了
第二个世界级的网红是亚洲的，就是佛陀悉达多，悉达多王子离开家以后，然后在森林里面6年，后来喝了羊奶以后悟道悟道以后他就把这个道用50年的时间把它传播出去。那他有没有发明很多新的招数？没有，他就是他的道。这个道呢，他用了50年传播出去。这是我的偶像，是世界级的网红。所以我对网络分享者有一个建议，想要当这个拍频道的人我建议，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拍一些2、3个片子，他也是有成为那个自媒体的，这是 OK 的。我鼓励大家都去做做看，去做做看。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东西要讲，你没有东西要讲，你拍片子要干嘛？对不对？你要么就搞笑的嘛，像你坐在这边就可以拍了啊，大家就觉得很温暖的感觉啊，暖男嘛，你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内容，你光坐着看你就觉得这世界是美好的，有爱心的，温暖的，笑容灿烂的，发光发热的，发光这一点才能发光。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有核心的内容。想要讲什么话。第二个，知道观众在想什么。有些人学问很高，然后他把学校公司上班那一套，就是学校那一套学术的东西拿出来直接分享，根本吞不下去啊，对不对？像一只鱼没有把鱼刺拿掉，怎么吞啊？所以东西再好都没有用，你要了解观众的程度不是说没有程度因为每个人不同的领域懂的东西不同你要从0开始以观众的程度去分享。那你今天有你的核心内容，你知道你的观众的程度，你就要做一个翻译家、转译者，把你的核心内容变成观众听得懂的能力，然后这种叙述的能力就是一个网红的能力。对，3个重点嘛。第一个有核心内容，一定要有东西要讲才讲嘛，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嘛，抄来抄去的，然后来讲。第二个，一定要知道观众程度在哪里，讲给他听嘛。对，你去那个小学生讲一些幽默，人家哪听得懂对不对？大便笑话拿出来就很好笑了第三个，你要有心，把有学问的东西变成听得懂的东西所以这3个，所以有些人都只在蹭流量流量不重要流量如江水滔滔一去不复返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你留在网络上，而且呢，你拍的一些是比如说这个很精华的有原创的，让人家有这个得到启发的这种东西，就好像是什么呢？你看那个，比如说去做捷运有那个人潮那里面有一个美女，气质很高尚的，穿白色的衣服，头发长长那你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回头看一下，是不是？对，所以你要把那个影片变成好像让人家可以回头看的美女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要拍那影片除了一集有时候不够看，因为一个好的东西，对不对？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系列，那从第1集到最后1集呢，有一个顺序。夏方医师的影片就有这个系列的影片，希望在华人的世界里留下一点文化的宝藏，一个资料库好了，让大家呢来这个从这边开始这个可以体会的。那我也很欢迎大家以这个基础去超越它，这样才会进步有人一打开哇，几千部还有几万部的影片那根本不晓得从哪里看起。所以我鼓励大家是要做系列的影片，一个社会一个文化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累积起来的。所以方医师拍的这个系列我们拍过睡眠的系列、第2人生的系列、面对焦虑的系列。你知道我接下来拍什么系列？如何读书如何学习的系列如何考上叉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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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系列，补习班系列嘛如何让你上台大补习班的系列所以这个学习的系列还要包含这个有一些青少年的心理上的困扰，再加上亲子关系的困扰，所以我把这个重点放到这个小孩上面去因为我发现很多现在的家长的困扰都是小孩的问题自己都放弃人生了，希望小孩子要好一点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未来健康研究院有什么使命？就这个频道有什么使命你知道吗？
让台湾社会心灵更好。这不是一个宗教的节目。好 ，OK， 好，首先我们要有核心的内容啊。方医师一直在耕耘这一块，就是我们要把核心的文化在台湾在华人里面保留下来，然后绕着这些核心的内容啊，像佛陀一样啊，一直不断的分享。比如说我讲睡眠，我可能又继续讲睡眠啊，讲第二人生啊，我再重复讲，不同角度讲。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你确定已经是很好的，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讲它，去看它，所以要拍成系列的影片，重复的讲，深入浅出的讲，留下一个叫做文化的资产，整个文化才会前进啊。用点还要变成线，变成面才会前进啊。那方医师是一个转译者啊，translator， 就是把一些这个好的东西呢，借由我的大脑，还有大家的努力，然后变成吞得下的东西啊。好伟大！比如说蔬菜，你也把它做成生菜沙拉啊，对不对？那一条鱼要做过一些烹煮啊，就变成一个吞得下的东西啊。所以每一个礼拜方医师好像在家里做功课一样，然后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好不好？好，好，鼓掌一下。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